国服的吗？熊，库马桑。OK， 开局其实，可能是一个比较分段比较低的一个对局。这种对局没有控中的情况下，熊站井家确实没啥问题。常规来讲，如果控中的话，熊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啊，他应该从后厅往前走，去到这个正殿，然后从这个到这个下面这些地方去把熊扔出来，然后往中路铺兵，这样的压制力会比较高。这里教熊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时候潜？好卷儿呀！先不潜。熊出兵的一个想法稍微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。技巧来说稍微有些次，就是正常情况下来讲，熊你如果不是真的想要去用他的视野去获取一些信息的话，尽可能不要去这么久的去操控你的熊，好吧？就控熊控的时间，其实可以让你的一个人物可以往前多走一走、动一动，多去开点枪之类的，干一些其他的事儿或者丢道具啊之类的。因为熊在冲刺的时候，你是直接脱手的，左键一摁，他就脱手就撞出去了，然后再切换到自己的一个人，去干一些其他的事儿，然后再切回来，然后再撞。所以你如果不是要为了这个熊的一个视野去看一些信息的话，我不是很建议看着这个熊把兵给撞出来。这把蹲 A， 那么玩这个角色不常常占其中一个点位，确实还挺不错的这个思路。对面进中，但因为没有人去控中，中路铺兵其实没有用，对吧？再给你说一个点，就是你玩控场的这些角色的一个点，就是熊或者是马雷娜这个角色，或者这个角色，就是你的一个控场技能，尽可能交在一个你认为对面会踩，并且你能开枪打对面的一个地方，知道吧？举个例子，就是你们这一波，喷子就是白墨站的这个点，跟你人站的这个点，对吧？那假设如果对面进完中之后要来 A 点，他们要从这个点往 A 点打，那么只有两个口，一个口是这儿，从这个地方进 A， 或者是从这个地方进 A， 或者从这个地方进 A。那么如果他们从你跟白墨看的这个口进 A， 你这时候脚底下没有兵，是不是就很难接？啊，如果你的熊在这个地方铺兵，你俩说不定能接对面2到3个甚至4个人，是吧？就预判对面往哪个地方打，去提前给兵是比较重要的。怎么预判的话，这个看你的意识，但尽可能不要给这种没有意义的兵。为什么这种兵没有意义？就对面踩不踩无屌所谓，知道吧？对面他想踩这个兵跟不想踩这个兵，对于你来说是无所谓的，因为你的队友不会打。中路没有人去打你打这个踩兵的白墨啊，踩兵的明啊，对吧？没有人去打，铺的兵就是无效兵。任何控场技能，包括窝窝的那个毒也是一样。他这些控场技能，你要它生效，首先你得有人去使用。所以现在除了看信息，有什么其他的用法吗？基本没有。
携带者被击倒了，我的受害人是我。 结束还剩40秒。好敲。被打败了。枪法对于这个段位的人来说，确实已经够用了。反正就是唯一需要提升的点，可能还真就只有你的一个技能，还有你的一个控场意识。 如果中路没人，你会怎么选择？这有3个，提前给脸上一层冰，中路再来一层，给冰铺满，然后队友死了，你知道这个点守不住，扔个风场雷阻止那边进点，所以你的冰又是没有用的了。你要我说这种情况，你还不如把冰捏在手里留着。 留在你认为说对面一定会踩，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，能生效的一个点位。他的生涯被打败了。你为什么会补尸体？认为自己一定会死。我说中路稳定刷新一只熊，有没有懂的？你的控场技能给的这么公式化，把熊玩半天 ，OK， 把熊掐掉了。想干掉我，没门儿！所以你现在应该发现问题了吧？这把玩完之后，我就估计你就发现问题了。 就是你的技能如果这么给的话，对面不打你这个点，你会像个傻子一样。好吧。想干掉我，没门儿！对呀。然后说到当时的一个地图理解的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不推荐你们去这样，就是玩这种角色去占这个前点，因为这张图是要控中的，中路的一个控制权是比较重要的。如果你家不控的话，你占这些位置其实是没有用的。 你站这些位置，顶多能拖延一下进攻方的进点。那如果进攻方非要硬要踩着你的兵加解说雷往里拧，你也拦不住。就你玩这个角色，一个人在前点是不可能拦得住对面的。更何况有些人他打 A 可能会有人从这边去绕 A 大，懂吧？从这个地方往前走，他如果到了这个位置，或者是这个位置，你这边如果被发现了，你就走不掉了，懂吧？虽然你有隐身，他可能看不到你，但是如果你开枪了。 左边的人从这边出来就能给你抓死，所以这个点前点是极其危险的。他如果要去守这个近点的话，我不推荐守近点，那更推荐的就是什么呢？守后面这片区域。那这片区域空间很小，很利于铺兵，包括这片区域，还有这片区域，还有这片区域，对吧？就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。 这些区域全部都是这底部的就底线的这片区域，那所以说，如果说这张图你玩控场队友不控中，我是非常建议你在顶家挂机的，就开局复活就在原地挂着，在这个地方挂着，打开你的大地图，就看对面哪个点会进人。如果说对面 B 点进了，那就直接从这个点赶去 B 点，然后跳下来，在这个点扔熊出来。 然后前点给兵，给完兵，然后这边之后再给兵，给完兵之后干嘛呢？然后跟着队友一起从这个点出去，然后开枪打人。如果你想从右边出 ，OK 可以。从这个点下来之后，从这里给兵，给熊出来，然后往前撞一滩，然后从这里把熊按左键往前再撞一滩，然后人从这个地方出来，跟着你的熊走，这边全兵的，随便打，对吧？这是我比较推荐的玩法。
那所以说，为什么在你从那个 A 点赶到 B 点的时候，对面的进攻方不进点呢？就很奇怪了。控场明明不在，对吧？加上 B 点人少，那为什么不进点呢？我一人，距离战斗。哦，这把不赖。没问题，这把你初步的有了一个想用到自己兵的一个想法，好吧？这种想法是对的。但正如我说的，就是这个地方你不是你一个人就能控住的点位，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喷子啊，这个西跟这个白墨，他看到你在这个点开枪，你觉得如果这个西开了盾过来顶你，你能跑吗？他俩直接踩着兵从这边过来打你。你觉得你能不能跑掉？还是说你能接到他们3个？泡泡肯定也会下来的，但是你觉得他俩能帮到你吗？你看你们3个队友，他们3个能帮到你吗？不太可能，好吧？这西完全可以开着盾，然后开大过来顶你，你一定会死，100%会死。所以你这波的就是操作风险是很大的。但你有初步的一个，你有初步的想要用自己的兵的一个想法，这个没啥问题，就主要是地图理解问题。所以一定要把雪球扔完嘛，一定要铺出一些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。很奇怪的兵嘛，这些兵真的都很奇怪哦。反正就像我之前说的，熊的兵其实是有3种用法的啊，不是，应该说是熊的这个角色其实是有3种玩法的。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你要去学他的兵该怎么铺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啦，这是第一各位种，准备好了吗？让你的兵有作用，无论是你自己用还是给队友用。 3，然后第二种就是你要让熊的这个被动有作用，就你该去学一下怎么玩他的被动。那第3种就是用你的一个被动加你的熊的一个控场去骗对面的一个思路，进行骗点。具体打完上半场，我可以给你演示一下。这个确实太过于萌人了，这位。其实他打了这么久，还是在电子，还是夸克吗？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，枪法确实够用，就是思想够用。信念不倒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对，甚至还能出现这种开镜跟狙直架的情况。这不被一枪爆了，还都算好的了。跨克局早就开始控中了吧？有可能会出现，但不多。然后你铺的这些兵，究竟有哪层是用上了呢？只有往你脸上丢的这一层。你这一层兵跟这一层兵是完全没有作用的。你会发现对面从这边过来之后往前走，
他进包点这个位置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反正他不应该走这里。如果他跟着这个民往右边走的话，那这里他这个民跟你队友交战的一个位置，很大的概率可能性是在这片区域，但这片区域是没有兵的。那如果说这个西跟这个白墨这样进来，给你操飞了，给你干死了，然后他们俩往前走，然后跟你的队友的交战的一个空间，大概率是在哪里？是在这片区域啊，是在这片区域跟这片区域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你前面铺的这些兵屁用没有，对吧？啥也没用啊！一脚给你踢飞，对吧？踢飞之后，所有嫌疑人统统不许动！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。并没有考虑往前推啊。但我说实话，只要这个狙刚往前走，对吧？跟这个敏感往前走，他们走到这个位置，甚至吃不到这个颜料泡泡，对吧？你看背后枪位其实都可以打，那为什么对面这波先手打死你打不赢呢？甚至说陷入一个劣势呢？因为这边有2个人在挂机，这2人跟死了没啥区别。颜料是进攻的啊，这我还真没注意。进攻的颜料那更好打了呀，颜料是进攻的那更好打了呀。对，只要他俩敢动，因为他俩往后撤的这样一个动作，让我以为颜料是防守的，没怎么关注队友的一个无心无想，一剑天诛。距离战斗结束还剩40秒，被打败了。有感觉吗？你是一枪做掉，有感觉吗？只要信念不倒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上半场最后的表演了，稍微调整状态，一脚继续前进吧。顺手的事儿，不知道啊。我看这里有个人，一枪就秒了，顺手的事儿。飞，全力以赴吧。所以你见到人了吗？给完大招，你怎么知道对面打不打呢？啊，哦，不赖，枪很锁。想干掉我，哼，没门儿！给大逼对面转中，然后自己去中路接人，想法很不错。炸弹携带者被击倒了，只要信念不倒，只是说一切就还刚好凑有希望。巧接到了一个只有1个人跳出来的情况。那如果是2个人到3个人跳出来了，那你是不是死了？你说风险是有的，但收益很大，敢操作不赖。大概给你看一下这个，常规来讲，熊的一个玩法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你的熊玩的太僵硬了，而且现在基本没有人点雪球啊。雪球对于3局来说确实有点怎么说呢？3局这个自动做兵确实很好用啊。常规来讲，我们打初中的时候是这么玩的。准备好了吗？5、4、
熊可能会需要带一个警报器，然后开始往这边走。要守护好阵地啊！假设这个光幕一消失看不见，我往前走，这样看 B 点来没来人。如果对面中路来的话，能干嘛呢？警报器使用，警报器然，后往前开个这个，把飞熊丢上去。拖住他们。这边撞兵，自己去找机会，对吧？那如果说对面这时候中路如果没进点，或者转了，或者进了的话，他往这边走，给完这个兵，对吧？然后往下走，直接接人了，对吧？那如果说他如果中路这样看你给兵，然后转了，把熊直接掐掉，这时候你在 B 点，那 B 点你有警报器你能行吧？ ，B 点这个地方你有警报器。你知道对面进没进 B 对吧？那如果说对面打 A 的话，看不见我。你再从这个点直接去 A 就行了。然后因为你的兵只铺了一层飞了，你的拖住他们。兵只铺到你看你下来之后，你的兵只会给到一层，只会给到一层。你这时候你把熊掐掉，你的 CD 大概率只有10多秒，懂吗？只有10多秒，所以这时候你转 A。走过的这段路，对吧？给完减速，减速雷，往前，这些位置，这边打完之后，回来，这边打完之后，熊又好了，飞拖住他们。然后再给下一个兵，注意这边坑道这里可能会有人啊，对吧？这是我们打熊常规的一个你能行空中加回防的一个玩法。熊的 CD 跟铺的兵层数有关，对，这是我们常规打 B 点控中这样的一个玩法。熊一般是去控 B 的。看不见我。如果说 B 点来人了怎么打呢？对吧？就像我刚刚说的，这边开局这样出去，看到这边来了个人怎么办呢？打他一波，然后雪花般往后走，飘飞，对吧？这个地方让给队友啊，这个地方建议让给队友，你别站，好吧？你尽量你手臂的人往右站，站到这个点，但是你不能这个地方不给兵，发出危险就是信号。打完这个人之后回来，飞拖住他们。给完这个兵往前，就直到如果说他从这个点过来冲你的话，那你这样。从这点过来冲你的话，他会被你的熊直接顶飞。那这个位置，你就可以直接从这个位置出来打他，对吧？而且你还有个减速雷，减速雷，直接接就行。一般来说，熊是这么玩的，他的就3个兵能基本做到 B 点全覆盖，对吧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当时不控中，我教你怎么玩，就是不控中。不控中的话，对吧？为什么往里在井家挂机呢？你会发现，无论是支援 A 还是支援 B， 在井家挂机是最好的选择。这个位置，就看就在这挂着，大地图一开，看那边打 A 还是打 B， 对吧？然后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快给兵，因为打 B 的话，你给完这里的兵，他们会往后退，那你要看情况，或者是你打 A 的话，你给完这里的兵，他们看兵直接出来了，他们会从破壁点直接转中，对吧？这个是没什么办法的事儿，这个因为你们不控中。如果说你看这边打 A 就很简单，打 A 的话就从这个地方出来，对吧？熊拖住他们。这边先来一摊，给完一摊之后，看对面怎么打，对吧？对面如果从这个点打上来了，对吧？给完这一摊，然后往前直接走，是吧？你都能直接打。如果人还在前面这片区域的话，来这边把熊爆了，对吧？直接全兵，你能行吧？飞。所以一般熊是这么玩的。然后还有你玩熊的一个习惯啊，就拿你第一回合来说，从这边过来之后，你玩熊怎么玩的？这么玩的啊。很呆，很墨迹是吗？
你能行同样的一个玩法，看好，我教你雪花怎么玩。般飘飞，过来之后，确定要打中的有人飞，把球丢出来。对吧？你就不用控这个熊，你不用看他撞完啊。包括你要扑这边的兵拉过来，直接扑了之后，你看就可以打了。玩熊的时间，如果你不是要看信息，非必要的话，不要去控你的熊，容易让你的枪线铺不开。那还有其他应该没啥了。反正你要记住那个我跟你说的那个宗旨，就是不要往你自以为能打到人的一个地方去铺兵。比如说，你看你在这儿，小心一点的。交给你了。你人在这儿，然后你往这儿铺兵，你要干嘛？你能从这个点穿墙给他打死？不可能吧，是吧？你能行吧？其他的没啥了啊，还有就是教给你一些进阶玩法，后面可能会用到，就是比如说你看，中路不控的情况下，对吧？你熊可以藏哪？你可以藏在一些地方，就是用你的被动，被动是隐身嘛，对吧？啊，藏在这个点，这里过来的人他看不到你，他肯定是这么走路的，你看，啊，他肯定是这么走路的，啊，飘过来，刚好飘过来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给他秒了，对吧？看不见我。而且他们进中之后，他们有人从这边过来，跑过来这个点下包，那他一定会有狙，会从这个地方溢上来，啊，溢上来，啊，这样，啊，他会有人这么去架枪，然后就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好吧，就给他秒掉，好吧，秒掉完之后，你撤也很好撤，往后一走，给个减速，交给你了。熊交出来，对吧？撞兵，谁敢过来？你告诉我这个点。谁敢过来？如果有人从后面过来，对吧？熊这边后面铺兵一样接，对吧？你不打西不就完了吗？啊，这是其中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你能行吧？藏包点。啊，这里。看不见我。啊，这样。就打下包的。他从这边 A 点进来，从那边进来，他看不到你，看不到你，左边也看不到，因为这个距离不够。对吧？除非他从这个地方过来，可以瞟你一眼，不然不可能，知道吧？啊，就在这蹲着，有人过来下包，出来给他秒了，秒完之后来包点，给兵，拖住他们，原地撞兵，直接打，对吧？这是被动的玩法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死妈的，就是你能行吧？你要堵 B，A 点不太好。A 点不太好，或者赌 A 也行。给你看一下，就是开局倒计时结束的时候往哪丢熊？倒计时结束的时候，把你的熊丢在这儿，拖住他们，然后人藏哪？人藏这儿，看不见我，对吧？然后对面这时候看到中路出熊了，那他大概率就不进点，不进点他们干嘛呢？去 B 或者去 A， 对吧？但他绝对想不到他认为你的熊在中路，但是实际上你的人在这儿，对吧？这个点还有很多种用法，比如说你看，就是人熊分离，对，这个用枫叶阵用的比较多啊，就是河道跟中路控的比较多，还有一个就是这 B 点。拖住他们。开局把熊丢到这儿，然后人去右边，开局往前，隐身，那藏到这个点，熊在这个地方隐身是基本看不到的，没有人可能会去搜这个点的。我模拟一下进攻方的一个进攻思路，看好，他们从这个点出来，啊，从这个点出来，啊。
谁会去关注这个角落？你告诉我。看不见我，而且刀是扫不出来你的，你能行吧？拉维的刀扫不出来你，除非他点的是2局。交给你了。你熊只要丢这儿，然后雪花般倒计时结束之后，对吧？3、2、1 ，OK， 往前走。你是比他们快的，他们看不到你，从这点过来，对吧？把熊困在这里，然后这时候拉维的刀过来，把你扫出来，你熊在这儿，对吧？给完这个兵，那他们会干嘛呢？你告诉我。大概率，如果说对面玩的不是很好的话，他们会从这个点上来，他们会从你脸上这个点上来，啊，从这个地方飘过来之后，啊，这样去拆你的熊，然后你就直接给他秒了。看不见我，什么？你能行吧？秒完他之后，记住不要往回退啊！就给他秒完之后，记住不要往回。把你的熊撞过来，然后摁闲话。但凡想给这个人打补枪的人过来想打你的，都会被你这个熊顶飞，全部操飞，好吧？全部都会被你这个熊顶飞。然后撞过来之后，你甚至能够拿这个熊当掩体，你看，啊，拿这个熊当掩体。这样去打人，看见没？学会完了吗？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用法而已，懂吧？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用法而已。你能行吧？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阴暗的，就是哪里呢？就是你还是2绝被动的一个用法啊。你要放点，比如说你要放点，对吧？这边 B 点人已经进来了。你干嘛呢？看不见我，对吧？前面的确定有人，他们感觉要进 B， 对吧？感觉要进 B， 把熊丢出来，丢到这儿。飞，拖住他们。从这个点，然后人飘过来，啊，这里把熊给出去，让他们看，哎，我熊在这儿，对吧？我从这个地方出来的，然后这边他们再进来了，对吧？然后给兵。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去拆你熊，给他秒了，对吧？这么慢，有的，因为前面要控点，你不可能进这么快吧？对吧？你前面不可能进这么，你肯定要从这个点，妈的丢个什么烟刀啊、什么拦截器啊、交道具啊、博弈啊，然后把你家这边的人先打回去，对吧？这种时候你回防，你看对面还没进，你认为对面想进，你就直接来这个点蹲人，啊，就直接来这个点蹲人，把下包的人给干死，对吧？啊，干死完之后，对吧？怎么走呢？直接往这里走，对吧？贴墙下来，直接打下来，哎，贴墙，哎，然后往前，那这些地方都可以抗压，看到没？要卡牌了吗？卡牌张图尽量出2局，我不知道出什么局。对，你把熊丢后厅，自己藏包点里面，然后熊跟着从后厅出来，对面就会认为你熊在后厅，知道吧？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总能炸死一个人的。熊的这个被动，如果你都炸不死，那你打不死了吗？整完。熊的这个被动能让你打满侧身跟背身。能提前开将近大概20枪，因为先手挨打那个人一定会摁闲话，他不可能去还手跟你打的。这你都打不死，那我觉得你可以重开了，那就练枪先吧，好吧。卡牌为什么会这么飞呢？你从这个地方打过来之后，从这里把牌捏到这，从这里飞过去不行吗？飞到这儿不行吗？飞到这儿，然后踩到这个枪位，这样去打人不好吗？或者，哦，不赖，锁头。攻杀。
又死太快了。然后我确实不太懂，你从那边出去绕一圈是什么意思？从这里出去绕一圈是有什么深意吗？不太明白。打死那个土木的时候就应该直接往前走去打下一个人了。5、4、3、2、1 ，Go！ 这枪是真的准啊，长官！上一次见你这种枪法还是在起点，所以他真的不是起点吗？来不来骆驼王国？可以了。这种枪法我真的只在起点见到过，超前都很少。要么也是上过起点。就他开进准进能做到跟着人走，并且能在边压后坐力的同时边只要跟枪信，念不倒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反应也快，定位也快。450场局，你耳聋吗？不来，这个想法太呆了，某某人本质暴露出来了，长官。走路呆，想法呆，然后视角也呆，身位控制也呆。我说白了就是属于是什么呢？丁真那一档的，知道吧？这种在高分局里连走路都开不出枪的。半年前找我复盘蜗牛也是技能一坨相当好，那没招了。所以没什么变化呀，打了1年没啥提升，打了半年没啥提升，这波队友的问题。说到底 ，S1 赛季有很多这样的人，好吧？如果他现在活在 S1 赛季，没问题，但这个游戏吃理解吃太多了。老登跟萌新的差距有点大，看得出来是萌新。如果是在 S1 赛季，他入坑这个游戏比较早的话，那他确实可以演出马上就上要开始了，大神大佬。各位准备好那从了吗？S2 赛季开始，不会走路就会被惩罚。 4、3、2、1 ，Go！ 你前面还有几个？下一个是你盯着。视野限制解除，发起进攻。所以没必要补啊，也行吧。B 转中 TA， 感觉玩到这张图的精髓。所以这个人就玩的就很像丁真，是吧？丁真符合他这种开进比较准，对吧？跟枪也还行，打这种萌萌人随便炸。但是你要论走路、跟意识、跟玩法、跟对吧？跟操作，那可以说基本没有。只剩枪法还算过得去。炸小区没问题，稍微有点压力就不知道怎么玩了。本质灭区技，是的。所以出2局了吗？2局不赖。我能打这种局吗？你打这种局杀20个算少的。我感觉你打这种局杀20个算少的，听着。这种局你打，感觉至少把20个以上，全是小区这种局。想干掉我？所以你对卡牌的理解就只是单纯的用你的一个被动去看前点信息，然后去挂机，然后吸引枪线。其实卡牌这东西最主要它的一个机动性2绝
它的一个威胁程度啊，来源于它的一个突破能力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突破。虽然他是个自由人，但他这个角色的2绝包括3绝，他的最大的威胁全部来自于他的一个近点突破能力。炸弹安装完毕，即将为公演今天最璀璨的色彩。就他能出现在一些你觉得他不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地方，懂吗？然后给你干死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像这样，开局从这里往前走的时候，啊，开局从这里哎往前飘到这儿，闲话过来一个 Q 到这儿，然后 F 过来，你不用等牌落下来，他在空中，他只要那个假身生成了，他就能 F， 所以他想打你这个牌是打不到的，他这样，他这个视野刚好会被你这个牌挡住。然后你在这边按 F 下来之后一个隐身，然后从这边跑过来，对吧？你觉得站这里的人他打得过你吗？你有临时护甲，有那个人机功效，同时你的枪还牛逼，对吧？而且他的队友的支援还不一定支援得到。你要说你实在打不过，对吧？你可以按个 F 再贴回去，因为你从这边过来的时候，你肯定按 F 可以贴一下。对吧？闲话飘过来墙上 E 一下，然后下来给 Q， 对吧？给完 Q， 你甚至按那个闲话再回来，然后再 F 过去，打不过按那个 F 再贴回来，懂吧？你甚至说你从这个地方过来给他操死，给这个边的人操死之后，原地甩个大招，对吧？原地甩个大招，然后按 F 贴回去，然后再按 F 再回来。你妈的，你能在这2个中间来回的传，他打不死你，这就是卡牌恶心的点，知道吧？一个枪法好的人玩卡牌，你是没有办法去针对的。你唯一针对他的方式就是你把他的队友全部踢死，知道吧？就你的枪法好，身法好，就是你各方面意识都很顶级的人，像可爱哥，可爱哥的卡牌是完全没有办法去反制的。你想反制可爱哥的卡牌，只有一种方式，把他的队友踢死，要么等他自己犯病。对，这就是2绝玩法。想干掉我，然后这里甩个大招，然后 F 再贴回去。卡牌比 C 超标多少？自由人的敌。强力援助，光速抵达。西打自由人没有卡牌力，西的超标在于他的单挑跟抓人能力，对吧？你要说2个人对拼的话，那肯定是更好。但卡牌的超标在于他的一个单走的一个信息获取加搅屎能力，加他的一个突破能力。只要信念不倒，一切就枪也好，现在卡牌可以说是完美自由人角色，增添最璀璨的色彩，甚至还有透视，还无法反制。现在是关键时刻哦！你要真的是练，你要玩这个游戏，想练一个很精的角色，明是一个，对吧？明的强，没啥说的。西是一个，对吧？其他角色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卡牌上也算一个。准备好了吗？艾卡是跟白墨这种就不太推荐，4，对吧？3，弗拉维亚算一个。 1 ，Go！ 长枪的话就千代跟信。像马拉这种角色已经不推荐练了，版本过时了已经。所以你不是2绝吗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知道前面有人的情况下，你可以从这边按 F 贴过来，然后从这边上来，然后找他，对吧？你猜，那所以队友死亡了，你这边不动，这里完全可以从那边飞进去干点事儿的呀，对吧？拖人也是一种对正面的一种作用，
就是你不能说你玩这种角色你挂机，你挂机对于正面来说太伤了。他这边一定是4打5，你挂机你就是把你的压力分给队友。游戏声音太大了啊！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补呢？所以为什么他打不死你呢？炸弹安装完毕，即将为公演增添最璀璨的色彩。选择太多也是一种烦恼。到外国有人吗？所以这种呆逼操作居然能活吗？成龙，OK， 没问题啊。呆逼对局，呆逼操作，是呆逼赢法。OK， 炸了，拆不掉了。关键枪，聚光灯关上了，表演。所以你的控场可以优化，然后你的一个装备就是命，好好整备绝对不亏。你的大画家可以优化。出的时候，其他倒没啥了，这个。只能说段位太低，好吧，段位太低。你要如果打的是那种超棋局，还是有点参考的。这个炸小区没啥说的。